非有消息，南航的空客 A330-200飞机 B-656号已经开始在宜昌机场拆解。关于这架飞机，我们此前介绍过，它是中国引进的第一架空客 A330 客机。它在今年的3月11日从广州启程前往宜昌。宜昌是中国著名的飞机坟场，当时我们就分析可能将在那里拆解。空客 A330-200 是空客公司著名的宽体大飞机，主要特点是航程很远，可以轻松跨越太平洋。中国的三大行在20年前都引进了不少的330-200，现在逐渐进入了退役高峰期，估计今后每年都有8到10架要退出运营。中国的客机为了确保安全，大多只使用20年，然后多被转售给美国等国，还能再飞10到15年左右。对于像330-200这样效益不太好的飞机，则多半在美国进行拆解回收。飞机回收是一项利润很高的工作，发动机很值钱，大部分的仪表也都还有寿命可以卖钱，机身可以倒税卖铝。全球的客货飞机退役后，有2/3都会飞到美国拆解，主要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管理有方，技术水平高，信用良好，尚有寿命的部件拆下之后检测合格，分门别类整理，用于再销售。而且美国二手备件市场也极为成熟，航空公司本身也有很多的老旧飞机，喜欢淘买二手备件，以物尽其用，压低经营成本，榨取更多利润。一架飞机由上万个零部件组成，很多主要的零配件都有自己独立的寿命。航空公司经营中有一项重要工作，就是做好寿命控制，使尽可能多的机件同时达到寿命，不然有的到寿了需要大修或者更换，而有的却还能再飞个3-5年或者1800小时以及起落，那就很容易造成浪费。美国的二手备件市场管理十分先进，大家很容易在那里找到自己想要的备件，而且信誉靠得住，能让用户放心。在美国拆解飞机对航空公司来说利润也是最高的，主要的原因是备件最容易出手，很快就能回笼现金。美国金融业发达，有很多公司愿意直接买下待拆解的旧飞机，等于是为二手备件提前垫款，或者间接向航空公司提供贷款，深受航空公司的欢迎。因此就连南方航空的5架空客 A380 巨无霸客机也都在退役后去了美国。但此事确实也引发讨论，有人说为什么连拆飞机都要去美国呢？丢人。中国的航司为了安全，喜欢使用较新的备件，退役时有的机件的寿命比美国现役飞机使用的还要新，而且退役飞机卖的也不贵，深受美国二手市场喜爱。但问题是，中国也是民航大国，每年都有上百架的飞机退役，所以这个市场全部拱手让给美国的话，确实让人不甘心。因此中国近年来投资了不少的飞机再循环工厂，包括哈尔滨、成都、南通和太原等地都有飞机拆解中心。一些国营的拆解中心规模很大，号称亚洲第一，但也遇到了效率低、生意越来越少的问题。飞友们来来回回从一些拆解中心门前经过，长期看到只有那么1-2架飞机。在飞友看来，宜昌的飞机拆解生意是中国最好的。这里有家公司叫做贝迪克凌云，是以色列人投资的。以色列在全球范围内是飞机改装拆解和再循环利用的达人，技术先进，管理有方，信誉有保证。把退役飞机交给他拆解，能实现利益最大化。如果备件大多自用的话，也不比送往美国拆解差太多。所以包括首都航空、海南航空、深圳航空、中联航和幸福航空等公司在内，无论是波音还是空客，贝迪克凌云的院里院外都经常堆满了待拆解的飞机。就算国产的新洲60也能在他家的院子里同时看到好几架。有飞友说，来来回回在宜昌经过，每次都看到他生意兴隆，比哈尔滨简直好上几十倍。但贝迪克凌云以前也只拆解中小飞机， B-656号空客 A330-200 是他拆解的首架大飞机。根据飞友传言，未来 B-658 和 B-655拐号可能也将交给贝迪克凌云拆解，不再飞往美国了。甚至有评论说，
这可能意味着中国的飞机拆解和回收行业不再依靠美国，从这架飞机开始就与美国人 say goodbye 了。如果备件可以自己消化，消耗那么多的燃油飞到美国只是为了让人家拆解的话，真不如交给贝迪克凌云在国内操刀。总之，希望贝迪克凌云的生意越来越好，让自己与航空公司都实现利益最大化。本期咱们就聊到这里，下期见。